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种矛盾感，明明事情做得已经很好，却总觉得还差一点；明明自己已经非常努力，却始终无法赢得内心的宁静。这种感受和《道德经》第45章中所描述的思想有某种深刻的共鸣。本章开篇所言，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，用一组看似自相矛盾的表达方式，揭示出一种深藏于世间运作中的底层规律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真正伟大的成就看起来反而像是不完整的，真正圆满的状态外观上却像是空无一物。这并不是对矛盾的美学追求，而是一种对本质的洞察。在现实生活中，那些真正内涵丰厚的人，往往不会急于呈现自己的完美；那些真正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制度、关系或状态，也不是以极致填满的姿态出现，而恰恰是保有余地，给人呼吸空间的那种存在。大成若缺这一说法，反映了一种不完满之完满的哲学立场。在今天，我们往往对完成与封闭有着近乎强迫的追求，无论是工作报告还是人生阶段的规划，总有人会期待自己做得尽善尽美，一步到位。但《道德经》的这一章提醒我们，如果一个事物真的到了极满的地步，它反而走向了衰败的边缘，只有看似还有缺口，它才保有继续生长、调整和吸纳的空间。就像一个团队中最有经验的领导者，并不是那个什么都亲力亲为、面面俱到的人，而是能够识别出留白的重要性，懂得授权，理解不完美，容许他人成长的那一类人。同理，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，说的是另一种反向智慧，看起来空无，其实充盈。一个看起来简单、没有多少内容的空间，可能正因如此，才具有无穷的可用性。一个被填满的容器是有限的，反而空的器皿才有容量去承接变化。放到人身上，便是所谓虚怀若谷的修养。越是看起来没有装备在身上的人，往往越有能力包容、协调和应对复杂局面，因为他没有预设，反而能因应；没有满意，反而能容纳。而其用不穷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力量不是建立在紧绷与过度消耗之上，而是来自一种持续性的平衡状态。在自我修养的层面上，这启发我们要学会节制与调和。今天很多人一边在努力精进个人能力，一边又陷入了过度内耗的状态。比如习惯性的把日程排满，对所有事情都力求完美，结果反而筋疲力尽，甚至失去继续行动的动力。而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某种盈而不满的状态，也许才能长久地走在修身的道路上。就像一盏灯，不需要每时每刻都燃烧在最亮的位置，只需不熄灭，就能持续照亮前路。接下来的几句“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”，揭示的是《道德经》一贯强调的反者道之动。真正的正直不一定表现为锋芒毕露，而可能外表柔顺，甚至有点绕弯。真正的巧妙也许藏在不动声色中，不见得是一出手就技惊四座。而那些最具说服力的表达者，往往并不以语言的犀利见长，反而说话缓慢、含蓄，甚至显得有些笨拙。放到家庭关系中来理解，这一点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。在亲密关系中，我们经常会因为对错之争，谁更有理而造成伤害。很多时候，一个人认为自己占据道理的高地，于是不断用语言去压制对方，用逻辑去争胜。但如果你留心观察，就会发现，那些真正维系和谐家庭的人，并不是最能言善辩的那一位，而是懂得放缓表达、给予理解和空间的人。因为关系的和谐从来不在于赢了辩论，而在于赢得信任。这就像大辩若讷的意义，语言能力并不是最终的标准，反而是语言背后的倾听能力、理解能力和节制能力，才真正影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连结强度。在一段成熟的家庭关系中，说话缓慢，
用词保守的人未必是软弱，反而可能是最有力量的一方。他不是因为无话可说，而是因为懂得什么时候应该说，什么时候应该静。而大巧若拙也是如此。在家庭中处理关系的最高明方式，往往不是施展控制、巧言令色，而是表现出一种诚恳的拙朴。不是不会处理，而是不刻意处理；不是不知道怎么说，而是选择不说。这种拙不是能力的缺失，而是内在成熟的表现。在亲子关系中尤其明显。最好的教育方式，并不是父母展现出所有答案，而是留有空间让孩子自己去体验；不是急于传授经验，而是创造安全的情境，让孩子学会自己做判断。这正是巧而若拙的深意所在，大直若屈的意义也同样重要。在当今社会，特别是在公共话语和社交媒体高度膨胀的环境下，很多人追求直接表达、鲜明立场、清晰观点，仿佛非得有锋芒才值得关注。但真正的直道，可能是以一种柔和、不锋利的方式展开的。它没有攻击性，却具有穿透力；没有标签化，却能长久地维系公正与温度。这种曲中之直是一种更高阶的伦理形态。而接下来的两句“燥胜寒，静胜热”，不再是反向智慧，而是对动静调节的一种具体建议。燥可以胜寒，是因为寒冷是一种低能量状态，需要通过行动、活力、热量去对抗；而静可以胜热，是因为过热是一种能量过剩的状态，需要通过内敛、减速、安定去中和。这表面上是自然现象的说明，但其实在人的情绪与行为上也有极强的对应。在一个情绪低落、气氛沉闷的家庭环境中，确实需要一些积极外向的力量去激活互动；而在一个情绪高涨、冲突频发的家庭中，反而需要有人去冷静情绪，引导平静。这就提示我们，在家庭生活中，既不能一味正能量，也不能总是静若处子，而要因人、因时、因情境而变动调整。这背后其实是对中庸之道的实践能力，是对家庭节奏的觉察力。而在自我修养的维度，这两句则像是对我们内在节律的一种提醒。不是永远保持高效就是最好，也不是一味追求安静就代表心灵高洁。躁与静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两种能量形态。我们需要在过度沉寂中加入一点主动的行动力，也要在过热的状态中学会主动降温。这种调节能力说到底就是修身养性的能力。整章的最后一句“清静为天下正”，则是对前面所有言说的高度浓缩与升华。清是内在的澄明与洁净，静是外在的沉稳与不争。当一个人达到了清静的状态，他便不会因为外界的纷扰而动摇，也不会因个人的欲望而迷失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的清静之态能够对周围产生影响，形成正的引力。这个正，不是靠语言去指正别人，不是靠权力去压制不当行为，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引导力，是内在秩序的外化。一个社会如果能把清静作为核心价值，那它的制度就不会建立在强制与恐惧上，而是建立在信任与自治之中。一个家庭如果能以清静为基本氛围，那它的关系就不会建立在控制与讨好上，而是建立在理解与陪伴之中。一个人如果能在清静中自处，那他的生命就不会陷于焦虑与迷失，而是能在混乱中持稳方向。清静不是退缩，也不是消极，而是更高阶的行动方式。在纷乱中守住自己的节奏，在诱惑中看清真正的方向，在压力中不丢失初心。这正是为天下正的修行核心。这一章表面上讲的是一种对比反差，实则传达的是一种圆融的智慧，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中和、通达、包容，是通过看似矛盾的描述，揭示一种更深的整合之道。而如果我们问，这种大成若缺、大盈若冲的处世之道，是不是注定要以无为的姿态退居幕后？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舍弃影响力与建构的可能？其实不然。道德经的下一章就要带我们思考无名之朴，
也就是那种看似不出名、未雕琢的状态，如何在现实中发挥其巨大的转化之力。下一章，我们将看到，看似最无形的，往往是最有力量的；看似最简单的，往往承载最深厚的秩序之源。无为并不是退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主动。那种无名之朴到底如何从根本上影响天下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